最近啊，很巧啊，看了母女两个人为了一个病来的，都是关节炎。那么这母女俩得的关节炎是完全一样的吗？我们最常见的关节炎都有哪些？那么早期呢有什么表现？如果你被诊断为关节炎的话，那么你应该怎么样照顾自己和怎么样寻求治疗？关节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我们思维健康的第一位就是结构的健康，而人体结构当中呢，关节又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关节出问题，它真不是一个简单的关节问题，因为一个关节它有好几个部分组成的。首先，它有骨头；其次呢，它有韧带和软骨；第三呢，它还有肌肉；第四呢，它还有血管的供应；第五呢，它还有神经的支配。因此呢，当关节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从一个角度去想问题，而是要从5个方面去想，才可能找到这个关节问题的真正原因。关节炎它实际上是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了全球数亿人口，不管什么年龄、性别和地理位置，都会得关节炎。它对人的生活质量也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么更不要说了，一个人经济和社会的负担很重。但是在这些关节炎当中呢，最主要的是2种一个呢叫做骨性关节炎，一个呢叫做类风湿关节炎。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骨性关节炎。这骨性关节炎呢，它是一种退行性的疾病主要是因为关节的软骨磨损造成的。那么导致呢这个关节的摩擦增加，引起呢疼痛和僵硬。它的症状主要是关节痛，特别是在活动以后或者重压力之下呢，它会加重。早晨起床后或者长时间不活动以后呢，关节呢它有僵硬，活动的范围受到限制活动的时候呢，关节会发出一些声音。那么同时呢，它还因为炎症呢引起周围的关节肿胀。所以这个骨性关节炎呢，它主要跟年龄增长有关当然还有家族的遗传。那么女性呢就更多见了，特别是过去受过伤的。我看的这对母女的母亲呢，她得的实际上是骨性关节炎。她年轻的时候爱踢足球，她的膝关节是受过伤的。那么现在50多岁了，更年期之后呢，这个腰膝酸软呢就变得很常见。我们以前在这个视频里介绍过人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更年期之后肾气衰弱，那么就会出现腰膝酸软。因为肾主骨实际上这时候呢，我们骨质会疏松骨头呢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个软骨属于我们的结缔组织，从中医角度来讲，它跟韧带一样，它实际上是属于肝和胆的问题。因为肝肾同源嘛，所以肾虚之后呢，也会影响到肝胆的问题。所以骨头和软骨以及韧带呢，它常常在衰老的过程中是同步的。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类风湿关节炎。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实际上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是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自己的关节，导致呢持续性的发炎。它的特点通常是两侧对称性的，特别是手脚的小关节这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母亲的单侧的骨关节炎呢是不一样的，它两边呢不一定总对称。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的病人，他的这关节僵硬的时间非常长，特别是在早上，关节疼痛肿胀甚至出现关节变形。那么尤其是发生在年轻人女性有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人就更常见。那么它还可以呢有全身的症状像疲劳体重减轻影响到这个皮肤、眼睛、肺和心脏等其他器官。说白了，它是一个比较系统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同时呢又影响到关节。我们在以前的视频介绍过自身免疫性疾病并不总是没有来源的它跟我们的先天的遗传表观有关，跟我们后天的生活习惯有关，特别是跟我们肠道的健康和饮食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刚才那对母女的女儿呢，她得的实际上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她同时还伴有紧张、焦虑
和强迫行为。所以如果自身免疫性的问题反映在大脑的话，它就会出现神经和精神系统的问题。我们上个礼拜介绍过前列腺癌并不一定是越早诊断越早治疗好，但是呢，在关节炎方面呢，我们是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那么如果想早期诊断的话，那我们大家首先要对早期的症状呢就要敏感一些。关节它如果出现疼痛，它可能是肌肉的问题，是吧？可能是神经的问题。那我们这里讲的关节炎呢，主要是骨头韧带和软骨方面的问题，所以他们的疼痛是有特点的。首先是持续性的特别是在活动以后会加重。换句话说，你不活动的话，它也会疼，跟其他类型的疼痛也不一样，它是在特定的关节区域里面出现的疼痛。那么这个病的时间越久痛的就越厉害。另外就是关节僵硬，特别是早晨醒来的时候最明显随着一天活动呢，逐渐的减轻。但是呢，这种减轻也是相对而言的你要是骨关节炎的话，它在使用之后呢，它也会增加疼痛，因为它主要是因为软骨磨损造成的。那么类风湿呢，可能在活动以后呢，它会改善它的血液循环，那么这个僵硬会缓解。但是呢，如果你对关节的使用很多的话，它的炎症呢也会加剧它的供血也会不足，它的疼痛也会增加。另外就是肿胀的问题，相对而言，这个骨关节炎它的肿胀不是那么明显，而类风湿关节炎呢，肿胀比较明显。虽然我们讲过这个关节炎在任何地方、任何地区、任何种族人都会得，但是在寒冷潮湿的地区呢，这个关节炎呢会比较严重。我们把它叫做类风湿。这个风和湿实际上描述的是两种不同的能量。风呢它会动湿呢它很沉，造成僵硬、肿胀疼痛风呢它会从一个关节跑到另外一个关节，它会描述一种游走性的关节痛。了解这些症状呢，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你就可以比较早的预防和治疗。那么在治疗方面，大家有什么选择呢？首先我们希望能够缓解疼痛改善症状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常常首先使用的是药物。药物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有一些非激素类的镇痛消炎药，有一些抗风湿的药，也有一些生物制剂，都可以用来缓解这个症状。那么物理治疗呢，其实非常重要。这个关节的物理治疗呢，它会对疼痛、肿胀和它的运动的范围都会有很大的改善。还有就是体重的管理，体重过重会增加我们关节的负担。另外呢，就是适当的运动，有的人的运动量很大，运动方式也不对，也很容易造成关节的损伤。另外呢，就是中医中药的治疗中医中药它治疗关节炎实际上是跟西医是不一样的。我们现代医学呢认为关节炎就是关节的问题我们刚才讲过关节里面至少有5个成分有肌肉、有神经、有血管有骨头、有软骨和韧带。这关节上的5个组织呢，都跟相应的内脏器官的功能有关。比如说肌肉跟我们的脾胃功能有关，韧带和软骨呢跟我们的肝和胆的功能有关，神经和骨呢实际上是和肾有关，血液的供应呢这和我们的心脏和小肠的功能有关皮肤呢跟我们大肠和肺的功能有关。所以呢，这一个关节它的不同的部分跟我们全身的健康都有关系。反过来讲为什么年纪越大越容易出现这个关节病呢？也就是因为我们内脏的功能有所衰退，它就会表现在关节上。中医治疗呢，它不是一个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而是呢通过治疗全身的问题了，改善关节局部的问题通过对关节局部的治疗，也会改善全身的功能。中医的治疗除了针灸以外，它还有中药中药也有内服的，也有外敷的方法手段都比较多不管怎么样，如果您出现了关节炎的症状，或者是关节炎早期的症状，一定要系统的整体的来考虑你的健康状况、生活方式和精神情绪的问题。每一个情绪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内脏，也会反映在我们的关节上。
另外，我们关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各种各样的考量、饮食方面的调整、精神压力的缓解，在关节炎方面都是同样适用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关节，有了关节炎也不要害怕。实际上呢，它是提醒我们要更好的照顾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高见和问题，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